奢侈。牛肉、豆芽、水煮菜、黑米饭、还有茄子。但是我今天点了这个蘸汁儿，谢谢慧英。上次你读到我差点哭了，不哭不哭不哭。对，依旧减脂餐。天天追你的剧，你都有白头发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最近成劳模了，可不嘛。心情好啊，谢谢柯南。没有那种累的半死不活的那种状态，所以说还是喜欢播一播的。谢谢倾城。清显。咩咩闹王啊，咩咩闹王你们可能看不见。谢谢蓝天白鹭，我给你们瞄一眼，但是我感觉你们可能看不到他，他全天都，你先下去，我镜头还没过来呢，我先让他们找一找你，看他们能不能找到你。嘿，看咩咩大王在哪？你看啊，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找不到吧？是不是找不到？他每天就长在沙发里，我每天长在沙发里边，往那一靠。绵绵不来吃饭吗？绵绵看到我这些东西，直接就会露出嫌弃的表情，直接就跑了。直接就跑了，他就完全没有食欲了。这里有小米椒，有葱，有香菜，还有醋。家里好脏，错，这不叫好脏，这叫好乱。谢谢。而且还好吧。沙发上放公仔就会显得有点乱，因为公仔长得没有那么整齐嘛，有大有小，有胖有瘦。来吃个大茄子，厚厚的大茄子。我感觉这里面应该多放一点蒜，谢谢刘瑞。干净的碳水，咱也不知道这么吃能不能减脂。这好吃吗？肯定不好吃啊！还用想吗？肯定不好吃啊！还问？想一下都不好吃。
昨天吧，健完身还是前天，买了2个烤土豆，然后人家那夫妻2个还很贴心的问我说要不要给你弄点那个单独的辣椒面，我不用。我心里想，我是要减肥减脂的人，辣什么椒什么面儿，我就直接就吃原味的烤土豆。那家伙我上去吃，就第一口就直接一口我就不想吃了，难以下咽这个词儿就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了，难以下咽。我昨天点了你吃的鸭腿饭，真清淡，就吃了几口饭，把青菜和鸭腿吃完了。碳水也要吃够，干净的情况下碳水也要吃够，要不然的话是分解蛋白质的能量不够。瘦了嘛？咋说呢？看上去瘦了，但是体重没瘦。谢谢冲冲大连，谢谢蔡琳。我又哭了，你知道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干嘛吗？先写作业，第二等你开播的时候立马跟上。那你作业写完了吗？吃口香菜吧。不吃香菜，不许挑食。你们2个我都不喜欢，进来跟你说一下。好的，收到。哎，有一说一，你跟我一样欠儿。退下吧，退下吧。朕知道了，以月。朕已经看到了你的奏折，你可以退下了。绵绵挑食吗？绵绵不挑食。绵绵有我们国家共同拥有的一个烦恼，这也就我感觉这好像只有我们国家有，每个人都有的烦恼，就是今天吃啥呢？饺子、火锅、麻辣烫、方便面、炒菜、川菜、粤菜、炒面、炒饭、拌饭，哎呀，太多了，好烦！螺蛳粉、米粉、米线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？但是你看来看去，好像就我们国家的人有这种苦恼。我没有吧唧嘴，
我要吧唧嘴的话，声音就更大了。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的美食太多了，然后我们的物质又能跟得上，是吧？以袁隆平爷爷为首，研究出了很多的好吃的，然后又不贵，所以我们都能吃得着，吃得上。你看，很多国外就没有这个烦恼，他们唯一的烦恼就是今天的面包我放点什么果酱，是奶油、芝士，还是豆子、培根？可选性没有太多。原来的人呢，答案可能还统一一点。那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上什么饺子呀、大肘子呀、什么乱七八糟鱼呀。那现在不用等过年了，平时外卖就有。国外有黑面包、白面包、贝果。没事，你们不用跟他们去争论这个事情，他们自己可能不开播，不知道就是话筒反馈吃东西的声音还是蛮大的，他们不知道而已。这个就不用给他科普了，而且最关键是，如果他自己不播的话，他又不知道，你跟他说了他也不知道，这个不用跟他们去讲啊。短剧演员是不是吃饭要慢慢吃？不是，谢翠妮儿不是。有的时候你还没吃完饭呢，人家那边就开始催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慢慢吃呢？东北人没有了东北口音，那我估计你就是东北的。只有这样，只有东北人觉得我没有东北口音，其他地方的人一听他就会说：“你是东北人吧？”我盲猜刚才那个人就是东北人。对，东北人听不出来东北口音，他还觉得就是这是普通话呀。但南方人一听就是你是东北的。谢谢全款拿下蛋炒饭。蘸的是醋吗？对，它是那个小米辣、醋、香菜还有葱。
有一说一，这个小米辣是真的挺辣的。啊，被辣到了。但是它不是你喜欢的那种，你喜欢的是又辣又香的，这是小米辣纯辣，没有香这一说。你的霸总甜剧看多了，今天看了你演的《昼夜回响》，对你的反派又爱又恨。那能爱吗？那爱不了，那反派爱不了啊。谢红，不能爱啊，那反派爱不了，爱不了半点。不吃主食吗？吃。不好吃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确实。好像很不错，行吧，你说不错就不错吧。全都是素菜吧？没有啊，有牛肉，但是被我吃完了。看，好大一个茄子。对啊，吃的很干净，是为了碰到好吃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多吃两口。茄子看的不好吃，茄子还行啊，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更适合蒜酱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北方人肯定吃过蒜酱，那南方人不一定喜欢那个，就有酱油有醋，然后还有蒜末，那个我觉得它蘸蒜酱会更好吃。这么煮有味道吗？没味道。茄子一点油都没有，是的。刚在白房子吊完针，看到了辣吃播，看得我好饿好饿。我家宝宝呢？我家宝宝长在沙发里了。
号到现在8级灯牌了，9号到现在，哦，那快呀，那快呀！我想知道女明星晚上都不吃饭吗？我也想知道女明星晚上吃不吃饭。但是问题是我和绵绵我俩又不是明星，我俩又接触不到明星，我哪知道明星晚上吃不吃饭啊？煮个馄饨吃，馄饨不许煮，不许吃。听起来，stop。晚上不准吃馄饨，吃水煮菜。朱时茂不是明星，朱时茂是明星，那必须是明星。恶魔啊，你讨厌吃菜，哼，说的好像谁爱吃似的。绵绵大王也是一个吃肉小怪物，感觉吃的不开心。有一说一，就这么嚼生菜啊，真的很难开心起来，真的很难开心起来。看饿了，去吃火锅，不准去，不准去。今天周1、2、3、4不那个火锅不开门。谢谢詹妮儿。糖葫芦不好吃啊，糖葫芦酸，硬邦邦的不好吃。汉堡也不好吃，汉堡垃圾食品，你看是吧？有碳水，有蛋白质，还有蔬菜，有维生素。反正就是垃圾食品，老人说的我不管，老人说的对，老人万岁。老人不懂，那很健康。对，闭嘴 ，stop！ 健康什么健康？他们谁说他们不懂？他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，他们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他说的一定对。汉堡不好吃，垃圾食品。铁板鱿鱼也不好吃，铁板鱿鱼就不健康。酱肘子也不健康，酱肘子脂肪太高了，吃完了容易那啥，血稠、血脂高。大肘子不好吃，大肘子太危险了，垃圾食品。
麻辣小龙虾不行，垃圾食品。有那个什么重金属啊，还是什么乱七八糟？葡萄酸，还有什么寄生虫啊什么的。葡萄酸。小龙虾寄生虫不好吃，不要吃。葡萄酸。大家千万不要去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劝人的话，我也那家伙一堆话可以说。饺子好吃，饺子不行，饺子那饺子馅是拿油和的，你得吃进去多少油啊！饺子不行，吃不了。锅包肉。锅包肉那是典型的热量炸弹呐，那一块进去啊，这一块就得200-300大卡吧，那你消耗能跟得上吗？不能吃，热量炸弹那是，那哎呀，你这2-3块下去，你这不行。西兰花好吃吗？西兰花好吃，西兰花尤其是那种水煮的，就一焯就拿出来的，完了就干嚼，哎，老香了！我跟你讲，就这么吃，老香了。哎呀，不要买那些鸡爪、鸭脖啥的，那不好，哎呀妈呀，那鸡都是打激素长大的，可不敢乱吃。哎呀，对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谁呀？还要吃烧烤，喝点小啤酒？哎，不行，我跟你讲，哎呀，那玩意儿，你叫啥来着？那里有嘌呤，对身体不好啊。那8+1就远离8+1，大家要，是不是？那既然远离了8+1了，还有必要去烧烤摊吗？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？对吧？听我的，咱不去啊。他们报菜名，我不馋呐，一点不馋。都叫鱼头，你太残忍了，你吃点肉就行了呗，你还人吃人家脑瓜子。吃人脑瓜子，你这人太残忍了，不吃那菜啊！吃萝卜、大白菜叶子，那好。
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那集天地精华。这个诞生在天地之间孕育而成的，它自然培育出来的大白菜帮子和这个萝卜非常棒啊，要多吃。什么死嘴快编？没编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啊，那个馅饼啊，馅饼啊，什么馅饼？不知道啊。不听老人言，多活2、3年。我可是为了你们好，你们咋这样呢？我可是为了你们好。什么牛蛙呀？你没看那啥电视报道吗？那哎呀，现在那牛蛙呀，那都3条腿儿。那肥肠那不是装的啥的吗？那不那能吃吗？那不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阿弥陀佛。兔头跟剁椒鱼头是一个道理，你吃人脑瓜子，你多残忍呐！不吃。对，多吃大白菜、西兰花呀，是吧？蒸茄子呀，豆芽呀，金针根儿啊，金针根儿，金针根儿。吃烤鸡腿行吗？烤鸡腿行，但是你得把皮儿去掉，啊，把皮儿去掉，皮儿的脂肪量比较高。我宝呢？我宝吃水煮菜吗？那不可能，在想什么？不可能。多吃你这类的食物真的会瘦吗？其实说穿了呀，就是少放油。你看我这有菜有肉，还有主食有饭，那你说它有啥区别吗？跟炒菜有啥区别吗？反正我个人研究，我感觉它就是少了点油，没有什么油炸呀、油煎呐、炒啊这些东西。少盐啊，对，是实话。是哪儿的口音？我没有口音啊，我也没有啊。你家猫下小崽了，问咩咩要不要？咩咩要不了半点。咩咩要不了半点。他自从戴口罩的时候倒下了一回以后，他就对猫毛过敏了，他要不了一点。有的时候拍戏有猫，他都要吃那个抗敏药，他都在吃抗敏药。虽然他超级无敌喜欢猫，但是没有用，小猫会惩罚他。
他甚至我跟你说，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，假如说某一个化妆间或者什么地方，他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下，他突然觉得开始身体不适了，鼻子也开始不通气了，也开始打喷嚏了，也怎么样的，你就找吧，那个屋子里面要么就有猫，要么就是可能刚刚有猫待过，贼准，一找一个准儿。我不得劲儿，我也要访客。那玩意儿，我给你上哪儿整去啊？你要访客，我上哪儿给你整去啊？一找一个不吱声。什么时候回黑龙江？目前没这个，没那个那啥，因为我爸我妈都过年的时候会过来找我，在沙发玩游戏，肯定是说咩咩的嘛。是的，他在玩游戏的。我妈说我会变成一名大厨。你会变成什么？一名大厨。你会变成一名大厨？对啊。她说我天天做饭啊。啊，对，没毛病。近期有什么剧上我也不知道。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？嗨，我兄弟，你一听我这口音，肯定我就南方人呐，还用质疑吗？哥们儿，就我这口音还不明显吗？我明显是个南方人呢，是不老妹儿？莫言心动晚什么时候上？没告诉我呀，没说，没说。身高这玩意儿嘛，有的时候是有个对比。你比如说，你看在综艺里边，你看邓超，他就很正常，啊。但是我记得有一期综艺的时候呢，易建联就站在他旁边，然后就显得邓超就很娇小可爱。所以说身高这玩意儿就是个对比。几点下播？我一会儿我就下了，我下老快了我。个子大，心幼，心幼是啥意思？短剧你上亿资产出来卖相，这两句话有什么关联吗？老大晚上好，你好，晚上好。不下播咋可能呢？女人的不会吃饱就要跑了吧？通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个是今年跟绵绵学的，吃饱了就跑。最近有追什么剧吗？最近有追剧，但是绵绵追。前两天他追，他往死里追，但是我看不懂。他那个1、2、3季啊，我都没看。他从第4季开始看，所以我看的我就云里雾里的，所以我压根我就没跟他追。这追剧有门槛儿，这前就相当于前传的一大堆铺垫都没看。谢谢小杨煮鱼香肉丝。我在旁边燃的要死，然后于蓉一副不理解的目光看向我，就这。我就想着我这画面或者是这个情节，就这啊，他燃的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他燃的呀，哎，我在旁边看看。
就这样吗？很燃吗？我就 get 不到，理解不了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吗？啊，一步一步的成长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原来多么的害怕，他现在有勇气面对他了。”我说啊，那你看问题的关键不就在于我没看到前面吗？我不知道他前面有多害怕吗？我就看到他是谁，我说咦，他刚才不是被坏人大 boss 打趴下了吗？哎，大 boss 一走他厉害了，他大 boss 万一走一半他返回来了，他咋办？他不就尴尬了吗？哎，小子，喊啥呢？我还没走呢。你看那主角不就尴尬了吗？我说大 boss 这会儿要是回来的话，他是不是就废了？他说是啊，但是不能让他回来啊。我哦，那好吧，那就燃一下吧。上班又看你的白云深处有青青，重温了很多遍，你们的感情像极了剑白对云初的爱。我最爱你们的剧。太奶4出了没？你是不是找错门了？你这个消息问到我这儿，你这也问不出来个4、5、6、7啊！你这也问不出来啊！流年最是越来越神了，听话又听劝，是不是怪奇物语？哎，好像是哈。是吗，宝宝？对啊。啊，怪奇物语，对。哇，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说的这么抽象，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然后你都不知道，我刚开始就是给你们讲一个他追剧的前两天的一个故事。他说这个剧很好看，一定要追。然后我其实也在尝试着去追。虽然我知道他前面的1、2、3季我全都没有看过，然后我就看。好，其中最开始在我努力的时候，有一段就是小胖子，有一个小胖子，有个卷发的小胖子，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在学校里边就碰到四个好像是体育生还是什么，反正高年级的就欺负他，就是霸凌他嘛，啊，然后。我看他还挺屌的，反抗2句，还拿东西砸他们，还怼了人家2下子。然后我就想着，这妥妥的。我跟你说，就像看那个 X 战警也好啊，复仇者联盟也好啊，那被欺负，然后啪，那不就燃起来了？那超能力不就来了啊？我就等着，我在那眼巴巴在那看，结果啊，画面4个人咵围上去，画面一黑，给小胖子一顿揍。我啊，没燃起来啊？那我看啥呢？我看奶揍呢。然后等画面再过一会儿，好家伙，小胖子推个自行车被人打的嘴角也裂开了，完了鼻血也窜出来了，眼睛也青了。我寻思好吧，可能不太适合我，他不够燃。怎么进来？那不就现实吗？那你现实里那么小胖子还能1打3不成？这不电视吗？超能力吗？你得。问题他没有超能力啊。要不说的完蛋呢？要不就说，是吧？小胖子咔放出一个沙引，然后是不是沙引放出防护罩，然后再吐一个好火球之术。把他们全搞定。后面很燃的，我看了，我后面很燃的那个部分我看了。前面的虽然我没太看，但是那个你们说的很燃的，就是把那个大 boss 就给那个我看了。
要像你说的那样，就没有办法拍第5季了，变短剧了。啊，倒也是，倒也是。你要搞我这儿就就拍不了那么久了，对吧？你拍不了那么久了，就必须要有这个过程，就是被欺压的、被反派压的喘不过来气儿的这个过程。然后主角在一点点的受刺激，一点点的成长，然后突然有一天，哇，是吧？然后就凭空，哎你这我懂，后边扣绿幕，我懂，然后就一道光波或者是一个啥东西，坏人就那脚就嘎巴。不行，这种情节会看得憋屈啊，那倒也是。就是那种很燃的调子，也对，也对。你看男频也很燃嘛，男频也是前期被打压的不行了，是吧？房子也没了，然后什么也米也没了，还被人欺负，搞不好还被人捅了。啊，然后反派们才发现，哦，原来他是扮猪吃老虎，或者是那个他被人陷害，他嘎了，然后结果他魂穿回重生，然后这个开挂无敌，这不都一个道理，很燃。男频是战神也不一定。也不一定是战神，搞不好是什么修仙者呀、老祖宗啊，然后地下王者呀、赌神呐，什么就是这些身份都有。这些你们很多是看女频不看男频，你们要看男频早就知道，早就有了。一回来往那一坐，然后。说是什么氏什么国，10大家族8大家族，然后怎么地的集体退婚，说不要你或怎么样的，然后这帮年轻的人也看不起你，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，然后最后就把他们各大家族的老祖宗请出来的时候，一大把年纪的，然后长得也非常有范儿的一些老演员往那一站，哼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跟我司徒家作对。在我司徒家地盘造次，然后咔一看到主角可能就是男主嘛，男频男主嘛，就坐在那儿，啊，往那一坐，很淡然，轻轻一个抬眸，哟，那叫是司马对啊，哦，小司啊，然后你看那老头就老祖宗吧，你给那个就跪下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大概。早就有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曾经也是男频爆款，25年、24年就有。这是想拍男频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跟你说有，我也拍过这种类似的。什么是男频？从2个方面来讲，一个是男生看的，就大部分以男生给男人看的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，给男生看的，女生看的就是谈恋爱嘛，就各种谈恋爱嘛。然后还有一种是啥呢？就是这个那里边男频肯定是以男生为主角。然后男频女主是围绕着男生转的。《倚天屠龙记》就是标准的男频。对了，围绕着一个大男主，身边莺莺燕燕有上那么3两，有《倚天屠龙记》都不是3两个了，是吧？赵敏。还有周芷若、小昭，
哎，还有谁来着？好像还有一个来着。反正张无忌好像起码得有仨吧，起码打底儿就得有仨。啊，就围绕着男主啊，都喜欢他。阿离、朱儿，啊，对啊，对，还有灭绝师太。你这退，哪来灭绝师太？灭绝师太跟他八竿子能打着吗？那都不是一个辈分都。鹿鼎记也是男频。哎，对了，那7个老婆，那更是。鹿鼎记更是，哎。天龙八部算男频吗？天龙八部也算吧，虽然女性色彩也挺出彩的，但是还是以男性为主吧，知道吧？是吧？但是没有那啥，没有鹿鼎记那么那啥呀，是不是？那家伙7个围着他转。今天怎么不见杨绵绵？你绵绵在玩游戏呢，我也打算下了。我刚才跟绵绵，哎，对，我今天咋跟你们聊了这么久？我刚才跟绵绵说，我就开个吃播，吃完我就下了。结果聊着，停不下来了还。收拾，休息一下。一会儿大王带我出去按摩去，按一下那个。后颈，《甄嬛传》算不？我觉得《甄嬛传》算女频吧，是吧？《甄嬛传》应该算女频，大女主，那怎么能是男频呢？开玩笑，虽然是一堆女的围着一个男的转，不对，那绝对是女频，那是一群女人的故事。今天不给你们看边边吗？你看不着的，我刚才那个开播的时候看了。今天直播为什么这么早？因为大王一会儿带我去，这两天健身后边有点不舒服，大王带我去按一下。好，看图找羊，好不好？看图找羊，你们能看到羊在哪儿吗？看不见吧？找不到吧？嘿嘿嘿。它藏在沙发里边了。OK， 转过来了，看到头发了是吧？大王带你去巡山，大王带你去来巡，大王要我来巡山，我把人间看一看。敲着你鼓，挑起我的锣，人生充满节奏感。你们为啥要定居四川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因为我在拍短剧的时候吧，就已经住在四川了，在四川工作。然后呢，绵绵是个南方小女孩。它不适合北方的干燥，于是乎它只能住在南方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吧？于是乎他就选择了横店，哎，但是横店呢，它就是没得玩，就横店就是去过的人知道，它逛街呀，它只有一条街。也不能说一条街吧，一条半吧，就是你逛来逛去就几天你就逛熟了，可能就哪有什么店，哪有什么吃的，哪有什么喝的，你都背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就你想吧，那女生那小女生谁能受得了啊？然后于是乎，她就从横店搬到了成都。我们甚至还曾经考虑过说，哎，你看西安短剧也不少，我们要不要住在西安呢？啊，好，西安他去他就干，哎，他就干，他就起皮，他就蜕皮，这不是蛇吗？那蜕皮，四川成都还好一点，蜕的能轻就轻很多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里。
横店只适合拍戏，不好玩。是的，是不是就适合拍戏？是真的适合拍戏。我健身也好，干嘛也好，都方便。而且横店有一个全国哪儿都不具备的一个就是条件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舒服的。为啥呢？横店很小，你知道吗？横店很小，你要是能说今天这个地方有点远，我说多远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离市区得10几公里呢。”啊？多少公里？10几公里。就你一听，它就很近，它就很近。它不像在西安啊、郑州啊、成都啊，你跑吧，这20多公里是基操，你知道吧？20多公里是基操，而且还是堵车的情况下。但是横店就有这个特点，它小，哎，那就意味着什么呢？你每天出工的时候，从你睡觉的地方到到你那个拍摄的地方，和你收工的时候，从你收工的地方回到酒店洗漱睡觉，时间非常短，甚至有可能对于龙在成都买房了，哎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，没买，哎，别胡说八道。没有的事儿啊，鱼露枕星棉（括号张卫新）不敢胡说八道啊，没有。那个啊，对，就是甚至有可能出工加收工来回反复都加起来都不超过半个小时，这是横店的一大优势，你就可以省下来很多时间，哎，睡觉。但如果你要在西安、在成都、在郑州，很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你出工50分钟，收工50分钟，中间再万一来一个转场，哎，咱也不多说啊，少说一点，半个小时，好，50加50 100，100加30 130，130就相当于2个小时没了，所以说横店在这方面它是唯一拥有的一个最大的优势，小，哎，你看着好像没有很多的美景儿。啊，有的人现在为了景色啊，去年啊就开始有很多人为了景色去成都拍，然后呢，后来有很多为了景色去杭州、去山东青岛，然后就为了那种很好看的地方啊、海边啊等等，就为了那些东西去拍，啊，景色各城市都有它好的地方，但你要说路途这个时间，横店。真的，有的时候几分钟到了，就几分钟，这一点是真爽。二牛还是别胡说了，人家都信了啊！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你这个小黑粉又出来了，俺不中了。他说啥了？横店是义乌还是浙江？朋友，义乌、横店都在浙江，浙江是这样的，然后横店和义乌是这样的，明白吧？他说啥了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们怎么都在说他？这个人是干嘛的？你别管，不要看。好，我看不是因为我看你们都在说他，所以那个，这个我就想着，我就好奇他在干嘛。管理员拉黑他。好家伙，有管理员吗？有管理员就搞定就行了。这发生啥事了？你的短剧我都看了，唯独古装和年代我不喜欢看。你还看过我古装？我拍过吗？
我好像没拍过古装啊。穿越千年啊，那就是一个镜头，那就是1、2个镜头而已。那不是正儿八经的古装，那1、2个镜头，当时说实话就随便对付一下就 OK 了，妆造都很一般的都。当时也想着，反正就那么1、2镜，算了。他们那个组的化妆也就那个水准了，没必要跟他去计较，计较也没法计较，你这都已经拍到最后一天了，他也就只能给你弄成那个样子了。老大是瘦了，怎么又瘦了呢？昨天我在那躺着的时候，还有人说我胖了。好了，别跨越了啊！咱不跨了，咱别跨越了，求求了。息怒的，这管理员不是都已经把他拉黑了吗？不说他了啊！正好我也该下播了，吃播都完事儿好半天了，一会儿让大王带我去按一下我的左后斜方肌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播就播到这儿了，给你们看一下那什么吗？给你看一下那个沙发里的那个人，跟大家拜拜。他们要看你一眼。好了，拜拜了。看那个小手了吧？